大家晚上好，欢迎成为会员，点赞，对，这是下午就来点赞了。出门跑步之前留个言啊，这也是下午的第一次未播先等。你这也稍微有点长时间啊，然后是冬天来了，过了冬天下来再说体面的问题吧。哎，这个没法说这事儿啊，第一次赶上直播，这个老大，好吧，大佬啊，算是第一次吧。鸡贼玩什么？他老于体面了，下面小股民割肉。对，这问题现在就在这儿了，已经骂声一片了。这个事儿来了，对，色识 GPT 算是这两天的大新闻了。哎呀，他这个虚晃了好几枪了。上次说要出色识 GPT 的时候，已经出了一期视频了，所以今天再出色识 GPT 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再蹭了。又到周五了，是的，强行沙发，好吧，走到哪儿都可以说沙发啊。周五打锣敲鼓，不知道直播带货能活几年？哎呀，这个要看情况了。我甚至没去过与辉同行的直播间，我还去过一两次啊。终于赶上直播了，点赞欢迎啊！有没有点赞的吗？赶快来点一个，对吧？让我的收拾一下屏幕，我们就准备开始播。哪儿去了？这儿来了。好，欢迎啊，欢迎。好，我们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与辉同行，算是体面分拆了吗？第二个故事，冯小刚的公司被华谊兄弟给贱卖了，这事儿算不算体面呢？对吧？咱们今天讲两个关于体面的故事。好，我们现在先来讲第一个故事，与辉同行，体面的进行了分拆，至少对于俞敏洪来说，他体面了。对吧？但是我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的人的评论，说你对得起股东吗？对吧？你损害了所有小股东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体面了啊，应该后面会有集体诉讼啊，咱们慢慢的讲。7月25号发出来的公告，与辉同行分拆，董宇辉离职，说了董先生不再担任东方甄选以及新东方的任何职务，也不再在东方甄选与新东方的一些合资公司里头担任管理职务啊，就彻底离开了。而且呢，是100%的股份都归董宇辉个人啊，这个呢，算是大家一直有预期，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会以这种方式实现。为什么这么讲？大家知道他们肯定合不来啊，一定会拆啊，早拆晚拆的事情，这个事儿呢，大家一直有预期，但是呢，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是100%，对吧？为什么呢？原来想的就是说做 MBO 啊，像我们以前做这种事情，都叫 MBO，叫管理层持股，对吧？做一段时间，说哎，想给你董宇辉一些股份，然后呢，让你去拿着这些股份啊，这实际上是东方甄选的股份，上市公司股份嘛。然后呢，让他拿这个股份去换他自己的与辉同行的股份。那么未来董宇辉成为与辉同行的一个小股东，对吧？然后这些股份的交割也是董宇辉自己去拿他的股份去换的，或者是拿现金去换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是东方甄选会控股他，与辉同行的报表还会回到东方甄选的这个报表里边来啊。原来一直大家期待的是这样的一种结果，但是没想到搞得这么决绝啊，100%股份都归了董宇辉了，等于彻底分手了，这个是大家没想到的一个结果。然后估值啊是7658万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啊，待会儿讲这数字怎么来的啊。然后工资待遇和补偿1分钱都不少啊，分给这个董宇辉，这个完完全全就是分家另过啊，这个
你看啊，都1分钱都没少给你吧，啊，一定是有人心里有气啊，这个估计俞敏洪心里应该还是憋着火了，对吧？你看我对得起你了吧？啊，该给你的1分钱没少，该给你的股份啊1%都没拿啊，这样走的。然后利润，宇辉同行今年运行了半年了啊，这半年的利润应该是截止到6月31号的利润啊，后边7月份的不算，1.41亿啊，全都给宇辉同行啊，1分钱不留啊，全都给他。然后购买公司的钱已经在筹措了啊，软件系统免费赠送。这个呢，就是东方甄选给出的一个公告，基本上内容就是这样。然后讲完这些之后呢，俞敏洪自己又发了一个很长的博客，讲了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干的，对吧？那么咱们也稍微的解读一下，咱们就不念这个博客了啊。第一段呢，讲的是董宇辉个人100%持股啊。那么这个里头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它就是艺人有限公司了啊。如果你真的是100%都由一个人来持股的话，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每个人哈只允许有一个艺人有限公司，但是最近好像在改啊，就是艺人有限公司这种格式呢，已经不再提了啊，现在会有一些新的提法，但是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情况。公司内里没有任何的合伙人啊，也没有股权激励相关的期权池，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额外投资。你说你新东方、东方甄选，你不占点股份吧？其他人也没有，100%属于董宇辉一个人的啊，这个事儿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先把事儿交代完了以后呢，俞敏洪又接着说啊，感谢股东的信任啊。那他感谢了以后，坑股东钱的时候可是一点没手软啊。后边啊说没有董宇辉就没有东方甄选啊，这个也认了。如果董宇辉没有火起来的话，就没有今天东方甄选啊。他跟董宇辉之间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其实每个老父亲都是这么想的，对吧？都觉得自己跟儿子沟通没问题。就跟这2天啊，马斯克说啊，他跟他的大儿子现在已经死了，这个其实就是变性的这个大儿子的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今天他现在应该算大女儿吧，出来指责他说啊，这个马斯克怎么不好啊，怎么冷漠，怎么这个易怒，怎么性情多变什么这样的啊，从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这个啊，但是至少从俞敏洪的角度上来说啊，他觉得我跟董宇辉之间的沟通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小作文事件呢，算是个措手不及啊，但是认为这个事情是这么闹出来的，从来不认为他的管理体系和制度有问题啊，内部都没毛病啊，就是运气不太好，遇到了一个小作文事件啊，也讲了说当时呢挽留了啊，后来宇辉同行独立运行啊，一开始是挽留下来乱了一段时间，后来干脆宇辉同行分拆，但是独立运行啊，而且呢宇辉同行分拆的时候呢，也是经过了东方甄选董事会同意的。宇辉同行呢是不设置任何 KPI 和考核啊，你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卖不卖，反正我养着你就这样完事儿了，对吧？董宇辉自己呢想怎么玩怎么玩啊，你想去讲书就讲书啊，想去旅游就旅游啊，想去这个放假都没有人管你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宇辉同行呢给了巨大的支持，货盘关系人员啊都是由东方甄选直接给的啊。本来呢这个董宇辉风花雪月一下就挺好的啊，就讲一下书啊，讲一下文化呀，对吧？你不是不喜欢卖货吗？不喜欢当网红吗？啊，每次卖货都觉得很不爽，对吧？结果啊，宇辉同行的在所有的领域，数字就是用户数、直播的各种数据、营业额、利润全面碾压东方甄选了。啊，这个事儿是怎么出来的呢？啊，这个叫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对吧？这个不是卖货跟文化之间的争议。宇辉同行的董宇辉不是说我要讲文化，我要去讲书，我不想卖货，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是没有被尊重的年轻人和新的商业模式，要向老顽固们证明一下，新的时代已经到了，你们不行了，我行，对吧？董宇辉实际上在干这样的一个事儿。如果真的按照俞敏洪讲的说，哎，我给了他这么多的自由，他就自己去讲讲书，讲讲什么这东西，最后活不下去了。一看你这下不行吧，还是得回来吧。那结果没想到啊，这个人家样样都比你行。那么宇辉同行火了啊，这个也是承认了。与东方甄选肯定是存在竞争的啊，但是呢，这本来是个好事儿啊。这个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网红门前是非多
这个你想他几千万的粉丝的网红，甭管是东方甄选还是董宇辉的宇辉同行，都是两三千万的粉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干点什么事儿，大家都会拿着放大镜去看的。而且像我们这种无良的自媒体，对吧？也会出来解读解读。那么解读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认知，那么一定会再去添油加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俞敏洪写了说复杂的舆论纷争，加上少数别有用心的力量引导和造谣，直接导致了东方甄选和宇辉同行的隔阂。这个别有用心的人呢，应该指的叫罗永浩，对吧？每一次这个上来说，来我给你们讲讲，不讲我都不痛快这个罗永浩每次都是这样。那么大家都在被骂，对吧？这个甭管是宇辉同行还是东方甄选，还是俞敏洪自己，每次都被骂这个呢对大家都有很大的伤害。俞敏洪现在也很痛苦，说我原来可喜欢上四处去上直播了，结果现在他出现在东方甄选的直播间里，下面就骂声一片。他要是出现在宇辉同行的直播间里头，下面也是骂声一片，对吧？说这个完全没法整了。而且每一次这种骂战之后，股价都会发生波动，因为新东方是美国上市公司，东方甄选是香港上市公司，那么你有人骂了，他就一定会有股价的波动，特别是别有用心的人这个里头最别有用心的人实际上是俞敏洪自己，说东方甄选乱七八糟的那一下股价就崩了，对吧？最后回来重新道歉，说我不应该这么说对吧？这个就是网红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分拆这个事儿呢，为什么现在发生早就商量好了，3月份呢就已经确定好方案了，就准备这么干，对吧？5月31号，在新东方财年结束之后开始分拆但是这个分拆并没有在6月份就做完而是到7月底的时候才公布出来，才发公告做完，对吧？这个第一个呢是要征求董事会的意见，这种事儿如果老俞说自己一拍脑袋我干了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那么董事会是同意的那么出了事儿以后，董事会是要背负所有责任的，对吧？就跟咱们前面讲的，马斯克的薪酬计划也是董事会批的，但是后边有股东去起诉他的时候，说董事会的董事们并不能独立行使这个权利你马斯克一手遮天了，那么这个董事会的决议就会被推翻。现在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了俞敏洪做了董事会的决议，但是呢这个董事会是不是都可以独立的代表所有小股东的利益，这个事儿是存疑的那么现在说了，我们3月份确定好了以后，这段时间呢，我并没有停止支持俞敏洪讲了，说继续支持政府资源、商业对接都在继续支持下去，对吧？宇辉同行新的办公场地也都是新东方的团队负责去搞定谈判，租东西下来，然后整个的装修都在搞定，这个很像什么呢？儿子结婚的婚房，对吧？老父亲亲自出去出了方案，然后给装修好了。你说这玩意儿得多腻歪吧，对吧？但是老父亲还是很骄傲的。你看这个事儿我都干了东方甄选呢，未来还会继续努力，请股东们支持这也是老俞再往后的一段写了，说虽然离开了董宇辉我们还是得接着干。然后呢，是这个支付了承诺的全部待遇，肯定是跟董宇辉之间有一个待遇上面的协调，但是这个所谓的支付全部待遇到底包括哪一部分，这个就很难讲了因为什么呢？就是董宇辉原来一定是有东方甄选股票的，而这种股票的话，应该是在他火起来之后发给他的。按道理来说呢，这部分股票应该是有成熟期的你应该是4年成熟还是5年成熟？那么这一部分是给了还是没给？因为像我们以前处理这种高管离职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这个钱这个都好弄，你要是自己走了就走了你要是这个有一些前面承诺的销售提成什么的该发了，对吧？那么最麻烦的其实就是股票的问题但是这块呢就没有讲只是说这个恳请董事会及薪酬委员会并取得了同意。那估计呢应该是把原来董宇辉在东方甄选里面的股票都给他兑现了把宇辉同行的全部利润都奖励给了宇辉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1.41亿，
就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拨，一直拨到6月30号1.41亿的利润都发给宇辉同行了。那么宇辉持有宇辉同行所有的股权购买款啊，这个就是宇辉持有宇辉同行所需的股权购买款啊，就是7000多万他自己有啊。那么按照符合上市公司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给予安排支付，那么就是这个钱应该近期会付进来。但是呢，这个里头只是符合上市公司规则和公司章程，这个后边应该会有大麻烦，对吧？那么东方甄选经过董事会同意，将研发好的信息系统无偿交付于宇辉同行使用。这个事儿呢，因为大家知道直播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现在坐在这儿跟大家直播，可能后边有一个软件就可以播起来了啊，这个东西很麻烦的。怎么卖货，怎么去进行仓储物流，怎么去进行退货管理，对吧？怎么进行各种导播啊？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麻烦的系统啊。那么开发好了，你就接着使就好了啊。那么再往后呢，写上说以后啊有用得着的地方，在所不辞。就是董宇辉，你以后有啥需要帮忙的啊，我接着去。这个呢，很像什么？就是祖老给这个兄弟俩分家了啊，有一个原来受了委屈了啊，现在一定要给你补齐了啊，很像这样的一个文章。那么咱们稍微的看一下交易细节啊。第一个，宇辉同行的估值和对价呢是7658万，这数怎么来的？啊，肯定是极大的低于宇辉同行的价值，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啊。为什么叫极大的低于价值呢？咱们按 PE 算，对吧？你 PE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估值应该是你的利润的多少倍嘛，对吧？按正常的20到30倍很正常吧，做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它的有多少利润呢？你想上半年利润1.41亿，前面讲了啊，我把这钱发给董宇辉了，那么这是半年的，对吧？那么一年的话3亿没毛病吧，或者可能到4亿都没毛病。为啥？上半年不是购物季啊，下半年才是购物季呢。他上半年挣了1.41亿，加上下半年的话做到3、4亿是很正常的。那么就算他做到3亿，对吧？那么7000多万的话，也就是多少钱呢？0.25倍 PE，有这么算数的吗？对吧？没有这么算数的。而且呢，是他这个数啊，是截止到2024年6月30号，未经审核账目的资产净值约为人民币7658.546万元啊，实际上就是这么算啊，一直算到7658.5460块钱啊，就这些钱就是宇辉同行的所有的净资产了啊，就这些，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处理掉。那么总资产呢，减去总负债，就是这种叫净资产的这种算法啊。那么总资产减总负债里头，你说它这数到底怎么算的呢？估计是算上一些资产投入了，买电脑了，买设备了，买这个各种的拍摄的、装修的，包括一些货，对吧？租房子，然后前面花掉的钱，成本把这些玩意儿都记进去了啊，应该是有，包括账面上可能还有一些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啊，所有这玩意儿算吧，应该是7658万啊，大概就这么来的。品牌价值啊，应该彻底就没算，因为董宇辉这种东西，你要算品牌价值的话，我东方甄选现在基本上的市值大概70%-80%都是他的，对吧？那你这事儿你咋弄？根本卖不了。董事会呢，老于肯定是搞定了啊，至少目前是搞定了。股东呢，应该会进行集体诉讼啊，因为你按照0.25倍 PE 把公司最有价值、最有未来发展前景的一块的业务给贱卖了，这个事儿凭什么呀？对吧？贱卖公司资产，那些人买你股票的时候，不是说你是用这种方式去要体面的啊。那么老于也讲了啊，钱他在想办法啊，公司是送给他的啊，这句话呢，应该是一个气话。应该董宇辉也是有很多具体需求的人啊，不要看着他每天去讲的风轻云淡的，对吧？我这个知识是什么样的啊？我一讲是网红，我就觉得很生气啊，因为英语是网红是一什么词儿我忘了啊。他说这是一个非褒义的词，是做这种各种小丑动作惹人发笑的这么样的一个角色啊。我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先生啊，他一直在讲这个话，但是呢，在利益上。应该董宇辉算的是很细的啊，所以俞敏洪讲啊，说这公司是送给他的，但是这种话
极大有可能会给诉讼带来新的变化。那么1.41亿的利润的兑付应该是进入宇辉同行的公司账目那么公司账上有钱，未来应该并不用太着急。至于这个7658万到底怎么支付？董宇辉呢，原来按道理说呢，应该有东方甄选的股票到底有多少现在不知道但是呢，肯定是有一个对价的。像我们以前处理这种方式的比较简单，就是先把原来你拿到母公司上市公司可交易的这个股票直接给你折进去然后呢拿这个钱去兑付你去买新公司的这个股份的钱以前都是这么处理。然后再多余的呢有些会安排分期式付款也有一些就家里有钱就去掏还有一些真的是四处借钱也是存在的。那么各种的税务处理，就是你要去买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相当于是要从香港这个东方甄选的上市公司手里边去买这样的一个公司这个里头还是要有大量的税务和这种操作处理的。这个呢需要专业的团队来筹划不是董宇辉自己能搞定的。这种方案你光把方案写明白了，估计几十万还是要收的。就甭管是大的这种四大一般四大就干这个活或者是大的律所，就是你写这种方案都是几十万甚至是大几十万你是要去掏的。那么下一步会怎么样呢？老于呢算是已经把事儿办体面了那么是不是有小股东会集体诉讼？这个我们看我觉得可能性会比较大，对吧？因为香港上市公司股东诉讼这个上市公司相对来说要容易一点，要比国内容易很多。而且新东方是一个美国上市公司，对吧？美国上市公司那更是想告你没什么好商量的说告你就告你，对吧？像马斯克都被人告的差点没拿着薪水你俞敏洪这个在美国上市公司当老板，你还是要准备好接受集体诉讼。那么宇辉同行的下一步是怎么着？第一个还是要融资，对吧？那现在虽然手里还有钱，但是这个7000多万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贵相当的贱卖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使坏，比如说像罗永浩什么交个朋友这样的公司，直接拍一张100亿估值的 TS 出来，老于的官司基本上算吃定了这100亿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都不夸张半年利润1.4亿，一年妥妥的3、4亿因为下半年还有双11，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节日，对吧？3、4亿没什么毛病，甚至做到5亿都有可能。那你在这种情况下，整个20、30倍的 PE， 它不就是100亿人民币吗？对吧？而且我还看好未来的发展，你给它个100亿或者100几十亿人民币的估值都不过分，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说，我拍一张100亿的 TS 在这儿，也不用真的去找人签字，对吧？直接发媒体就完事儿了，说我们愿意投他100亿人民币。那你说真有人有这钱吗？那真愿意签那就给呗，这有什么问题？给1亿占1%，它不就100亿了吗？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老于这个脸上就会很难看这个事儿是非常难看的。那么你说新东方、东方甄选的股东股民看到了老于把100亿的资产7000万就给卖了，那心里能有多酸爽？大家自己心里去想就好了，对吧？新东方跟东方甄选理论上说呢，应该是先投一轮。像我们以前做很多这样的分拆是这么干的，就是先让股东或者说先让创始人自己去买这个是最低的价格，比如说7000多万这个让他自己去买，买完了以后呢，马上由公司的创始团队就是母公司的创始团队再进去买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价格就开始涨了这个价格要往上涨一涨，然后再往后呢，是在外边再找一轮投资，有的时候呢，公司自己还要再进去投一轮。但是这种投完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它一般是这样，就是小团队的创始人占，比如说10%几到20%，然后呢，大公司的就是母公司的创始团队或者叫管理层，可能占个10%或者占个5%。为什么要占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后边如果再去投资的时候，它等于就开始升值了嘛。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大家也会去一起享受这个收益或者叫资本收益。还有呢，就是大股东，就是公司的这个集团公司的这种创始人或者是管理者在里头持股的话，
那么未来这种分拆出去的公司再在集团公司内部做任何事情都比较方便，所以通常是这么干的。然后再往后呢是外面投资，或者是这个母公司有时候还会再去给一些启动资金，再投一些钱进来，对吧？它是这样来做的，而且每一轮投资它的估值都会往上涨就刚才我们讲这个分拆的过程是在同一天发生的就是这个团队的创始人花钱去买他的股份然后公司的这个叫做管理人再花钱去买他的股份但是估值已经上涨了5倍了，然后外部投资人同时进来签一个协议，投资一笔钱进来这个估值可能又上涨了几倍了那么一般是在同一天把这一份协议全签完那么最后做完了以后是这个母公司还是控股，比如说占个60%或者70%，然后剩下的是其他人来分正常的是这么干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直接董宇辉100%，对吧？这个就属于非常不正常的状态那么按道理说呢，应该新东方跟东方甄选应该进去再投资再战一轮，对吧？哪怕说我认一个这个10亿的这个估值，然后我再去投一轮，这个事儿其实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呢，就是瓜田李下嘛，这个交易不是那么好做，到底按多少估值做，对吧？怎么去占多少钱，不是那么好做这个但是也应该是去做。今天呢，俞敏洪还出来讲话了，说新东方、东方甄选以后不会以任何形式去占有与会同行的任何股份，对吧？老头要把面子做足，那这事儿就没法整了这个后面，这个我觉得他除了等待集体诉讼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那么，与会同行下边该干嘛呢？与会同行下边就是该去东方甄选化，对吧？人家东方甄选叫去与会化，对吧？这个与会同行也要反过来。现在系统货盘都是东方甄选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一定要快速的替换掉全都换成自己的，哪怕说是再找其他的一些大的机构来再去用都可以但是一定不能用新东方的不能用东方甄选的。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原来这个可牛影像跟金山独霸合并的时候就这两个公司合并了以后成立的叫金山网络，后来上市的时候改叫猎豹移动就是他们合并了以后，这个整个的金山网络里头干了一件事情叫去金山化，把金山做的所有系统全删掉什么 OA 系统，什么办公系统，各种会议系统，哪怕是约会议室的系统都删掉。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跑去珠海金山开会跑去了以后，我说这个会议室怎么约说不能约你只能是到那儿强占。后来我说那金山做了这么多年，没有会议室预约系统吗？他说有，但是我们不许用我们都是这个看哪个屋空着我们就去占，然后如果人家到时候告诉约好了会议室呢，咱就轰咱们咱在里头赖一会儿再出来，都是这样的。只要是跟金山沾边的东西一律不碰，对吧？这导致了什么呢？金山自己做办公软件，做所有这东西起家的金山自己内部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完善的，但是猎豹移动一直到上市那一天，整个财务系统是用 Excel 管理的没有数据库。当时安永进来的时候都傻了，说你们都要上市了，你用 Excel 来管理这个财务系统，你们疯了吧你们，对吧？这就是这样，就去金山化。所以董宇辉呢后边应该也是叫去东方甄选化这个因为你只要用着他的东西，你所有的数据、所有的内部信息那边都能看着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那么竞争跟比较是不可能停止的，只会愈演愈烈。因为董宇辉这口气呢，肯定还得接着争下去，对吧？董宇辉就是一个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那么这个所有的人，甭管是东方甄选的人还是外边看的人，都会去比较，说，我们跟董宇辉到底行不行一样不一样？哪块他做的好，哪块我们做的不好？数据是什么样的大家都会去比较的。只要这两家公司还都在分别运营这个民众是永远不会放过他们的。老于呢，希望这个兄弟分家各自过日子这件事儿，应该是妥妥的会落空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个董宇辉呢，从现在表现的状态上来看因为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但是只能从现在表现的状态来看，妥妥的应该是下一个俞敏洪这个。在所有的利益上在这一块上其实是一个算得很细的人否则的话不会出现这种100%全是他的这种事情
按道理说他应该是拉上几个合伙人，拉上几个大的股东啊，跟他一起去承担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没有，对吧？就是他自己啊。那么在后边到底怎么个玩法？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往下看。我相信啊，这个后面应该还有很多瓜要吃啊。这个也感谢董宇辉，感谢东方甄选，感谢俞敏洪啊，给我们贡献了这么多瓜，对吧？我记得董宇辉从突然爆火，然后我来开始讲这个故事，到现在我估计应该讲了他的故事也有个可能有6、7条了，对吧？应该他也替我挣到了可能有个很多很多美金了啊，这个也还是要感谢人家。啊，我们也期待他们为我们贡献更多有趣的故事吧。啊，但是如果这个咱们听众里头有人买了东方甄选的股票啊，那么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去告他啊。那么这种告的话，在香港不好说啊。如果你要是买了美国这个新东方的股票，这个告他基本上是能赢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因为他做的这个事情明显的是损害所有小股东利益的，对吧？这个是必然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好，我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对，点赞对直播有什么好处吗？当然有了，就是点赞多了以后，YouTube 会把我们的直播间推送给更多人啊，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看。第一次边在秦岭山北路骑车边听老范讲故事啊，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建议直播秦岭山北路骑车，哎，这个是对的。但是那个地方直播会费劲点啊。好巧，又是第一次赶上直播，哇咔哇咔，好吧。难得刚好碰上直播啊，这个我们每周五晚上8点啊，北京时间晚上8点都会有直播。跑完步来了啊，这个大家周末好啊，你也周末好。加速追进度，好。第一次看直播，有吗？不应该吧？这个名字好像见过。董耀这个破公司干嘛啊？让外人以为他占鱼多大便宜似的，啊，自己想干再注册一个新公司就是了。粉丝认的是人又不是公司，还是太年轻了。哎，这个现在呢，等于俞敏洪把所有姿势都做在那儿了，那么后边就看他自己怎么干了。就相当于是你看家里老人已经都对得起你了，对吧？已经把你大哥家的东西都给你搬出来了，都给你了啊。那么后边你要是再干出这种不仁不义的事情，那就所有人戳你的脊梁骨了。这个就是这么个故事。明天领护照啊，然后开户 OCBC 海妖 WISE， 这个好吧，祝你好运。闲鱼开始收服务费了。闲鱼算是国内比较大的一个黄色交易平台啊，里头大量的色情内容在交易。又第一次赶上直播了，哎，这个是比较善良的人。让我们来再添加个管理员。体面分家其实挺好的，公司太大其实很不好，难得像硅谷一样友好分家，但是他这个事情肯定后边没有那么友好。想多了，人家那些老油条早就勾兑好了，这事儿勾兑不好，对吧？你以为马斯克不是老油条吗？差点把自己薪水都弄没了，对吧？最后怎么办？还是要开股东大会重新投票，然后这事儿才能过去。那么大家觉得像新东方这样的事情，像东方甄选这样的事情，开股东大会让所有股东投票，他们能同意把价值100亿的公司7000万给卖了吗？对吧？这得多傻呀！这还不是说像马斯克那样，他把公司做得好，咱发点奖金，对吧？这个不一样的。
办体面了也得挨骂啊。关键这事儿他就没有体面，大家还是应该按规则办事儿。但是呢，就是新东方的这个叫什么？新东方的投资部，我是认识他们的人的啊，极其憋屈的一帮人，对吧？因为我在猎豹投资部的时候，有一次跟新东方投资部的人去开会，然后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新东方的投资部就是这种战略投资是怎么做的？哎呀，他说这个老于从来不理他们，对吧？老于想投什么公司自己就上，然后价格自己谈啊，他们只负责最后跑流程，然后把协议走完啊，他们自己所有交到老于那儿的案子，老于看都不看。然后老于交给他们的案子，他们提任何意见，老于听都不听，对吧？这个就是一帮这个最后跑流程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俞敏洪他搞这种事情搞成这样也是很正常的啊，就是他自己一拍脑袋觉得挺合理就完了，下边人一点提意见的余地都没有。东方甄选上市了，东方甄选是这个新东方在线是现在改的名字叫东方甄选啊，它在港股上。对，它是已经改了名字了，原来叫新东方在线，啊，现在叫东方甄选。如果你的合伙人是这样的，Pony Counting 的话，其实东方甄选，其实另外选择赛道或者服务更好。这个英文没看懂啊，这个他这样就是东方甄选真正该干的活是什么？真正该干的活其实不是让董宇辉分家另过，而是应该让这个比如说东方小孙孙东旭啊，你分家另过啊，给他一笔钱，说你再去搞点什么事情，对吧？这摊董宇辉你就管着就完事儿了，这个才是他们真正该干的活啊。但是为了东方小孙最后名不正言不顺在那儿待着，你想他其实是东方甄选的法人啊，是东方甄选除了新东方之外最大的股东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说不，你现在不是 CEO 了，但是你还得在这儿待着，那公司肯定还是他管嘛，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别别扭扭的，名不正言不顺的，对吧？那这个事儿就没法整，大家都憋着气呢啊，都想证明一下我才是对的啊，这个老办法才是行啊，董宇辉就要证明一下新办法才是行，那么最后就只能搞成这样。多简单的事儿啊！宇辉同庆、新东方接过来也没用啊，人家当好人还送董这点儿都看不明白嘛？不是看得明白看不明白的问题，那是上市公司，那么多买了他股票的人都是他股东，对吧？体面个锤子，玩个金蝉脱壳，但是这个具体怎么玩对吧？这个钱怎么走，所有人都会盯着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拿股民的钱当好人，这个对他就是拿股民的钱当好人了啊。你研究它的那个价格有什么意思？人家送的，呃，当然是得往多了说，这是人家往少了说了啊，这可真不是往多了说了啊，这位兄弟您看反了啊，这个公司新东方来说也没什么用，这个你去问问买了新东方股票的人啊，看看新东方股票昨天跌了多少，你看看东方甄选今天跌了多少，这些拿着股票的人觉得是不是有用？这事儿不是你说了算的啊，妥妥的是中国合伙人第二季，哎，这个没毛病啊。我觉得董宇辉这个事儿呢，后边可以拍电影电视剧了啊。天下熙熙攘攘啊，结未利来，结未利往，是这样的有点烦董这个人啊。这个我倒不烦他，这个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呢，这种人其实挺好的。但是你也不能要求他是完人，对吧？这个人完完全全就是风花雪月，就是阳春白雪，没有任何金钱方面的这种低级诉求或者低级的欲望，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对任何人有这种要求都是不对的，对吧？他就是一个挺现实的人啊，而且呢，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强啊。我觉得这样去理解他还是更好一些。第一次直播真的，名字不像啊。我猜小董跟老于谈不拢啊，最后老于只能玩这是肖什么？这俩字繁体字看不清楚了啊。这个毕竟老于这几年似乎相当喜欢搞点教父什么的人设啊。是的，这
这是哪两个字？好吧，不管他了。老于肯定是想当爹，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你想他60了，对吧？60岁按道理说他应该退休了，但是他又退不下来，对吧？那怎么办呢？铁公鸡还是铁公鸡，哎，这个反正这个事情做的不是特别漂亮啊。老范这个粉丝增长太慢了啊，是很慢，慢慢涨吧。那怎么办呢？至少20万加，我也想啊，但是还是个人能力有限吧。我觉得涨不上去，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呃，京东发行了和港元锚定的稳定币，哎，这个我还没看啊，这个等回头去研究一下。闲鱼这么好啊，我想去看看啊，你去看吧。你在美国，你用得了闲鱼吗？你，对吧？这个闲鱼上有很多关键词，实际上都是招嫖的。硅谷也不全是和平分手，对，很多的呀，也有这个送进监狱的，对吧？各种的都有。董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谈好补贴，拿钱走人，再另起炉灶。啊，这种事儿呢，就有些人，特别是这种立了人设想去做这个先生啊，想去做文化人的人呢，你就还是要以儒家的方式来要求自己。当这个上面的族老把这个姿态做得这么足之后，你是不能这么干的。你要这么干的话，就相当于是欺师灭祖了，对吧？你是人设就崩了。那么这个人设，董宇辉还是要的。用小股东的利益成就了自己的仁义，对，他就是干了这么个事儿。我就问问，董走了，哪个公司还值钱吗？这个我觉得很难啊。来了，点赞啊，欢迎点赞，没点赞的赶快去点。你看你们都去点赞，然后现在就有300多人了，刚才就只有200来人。啊，这种大网红的公司是不是最后，都被挟持了啊？这个其实不是的。它有标准的规则，大家按规则去玩其实是没问题的，对吧？美国什么的也都有现成的这种经纪公司啊，或者这种 MCN 公司。MCN 公司最早其实从 YouTube 来的啊，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只要按照这个既定的商业规则去做的话，都不会有问题，都很成熟。现在之所以搞成这样呢，就是，呃，公司呢也希望剥削这帮网红，然后等网红大了以后呢，也就不愿意守规矩，说算咱们也就这个能够尽快的自己去做老板。而且这些人做了老板以后呢，就很像什么呢？就是以前这些小姐们也熬成了妈妈桑，对吧？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盘剥下一波小姐。所以这个事儿呢，为什么我最后讲董宇辉应该会成为下一个俞敏洪，也是如此。他现在吃的所有的苦啊，这个被人坑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会牢牢的刻在他心里头，会成为他人生或者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然后后面所有跟他合作的人都会体会到这种他当时这种痛苦。我觉得今天的话没说到点儿上啊，这个你可以，你觉得哪儿是点儿，你说呀。前面英文是合伙人是数小钱的意思啊，这个意思对。其实挺多合伙人都数小钱，我并不觉得合伙人数小钱有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没有规则，或者大家不愿意按规则做，对吧？特别是一些大股东自己本身就不想按规则做，他就想通过规则漏洞或者通过一些自己可以钻的空子、自己有解释权的事情去坑这帮小股东，然后呢再去嫌这些小股东只会算小钱。这个事儿本身它就有问题。其实每一个股东自己都是把自己的账算清楚，然后剩下大家按规则去做，这个才是现代公司或者叫股份公司应该有的玩法。7000万就把上市公司几乎一半的价值卖了，有点贱卖，这个绝对不止一半啊！我觉得东方甄选现在应该有一大半都是归就是它的市值是由董宇辉和宇辉同行来锚定的。董就是被鱼给绕进去了啊！为什么一定要买这个公司，自己重新注册一个？我怎么说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呢？就是这帮自己号称自己是儒生的人，他不能把这个面子丢了，对吧？大家玩的是体面，就这么简单个事情，
你是可以自己出去重新做，但是出去做了呢，就一直有人在后边戳你脊梁骨，说啊这个人不体面，对吧？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掏心掏肺给他了，对吧？他还如何如何，这个事儿他就是这么个事儿。我认为所谓完人就是快完了的人啊，越是立人设 flag 倒得越快啊。但是甭管是董宇辉还是俞敏洪，现在都在立这个人设。俞敏洪说我是公平的大家长啊，董宇辉说我是尊师重道，而且是这个要去做老师、去做先生的人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怎么办呢？你这个董宇辉这种人设垮了的话，那他这个与会同行也就没有那么值钱了，对吧？后边比如说传出一堆啊，董宇辉这个跟哪个小姑娘如何如何了啊，或者是啊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那这个事儿马上就崩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或者说过两天，哎，董宇辉你偷税漏税了，成为劣迹艺人了，那你看他崩不崩，是吧？这个事儿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人设还是很重要的。天天吃大瓜，还有啥不满足的？对啊，看戏就认真就输了，就是这么回事，大家开心就好了。啊，已经赞过了啊，感谢。谁告诉你宇辉同行是上市公司了？多简单的，这个还看不明白的吗？对，这个宇辉同行不是啊，这个呃，东方甄选是上市公司啊，我也认同啊。与其留着那个小孙，还不如把董搞到核心，然后这样无所谓网红不网红了。这个呢，其实很像这个国外的这种叫什么呢？就是合伙制企业，它等于像这种律所呀，像大的这个会计师事务所，都是这种合伙制企业，对吧？你从小的这个律师开始干，然后最后干到大的成为合伙人，也就完事儿了呗。就是大家按照这个统一的规则做，你就把董宇辉放到合伙人上，对吧？你真的让他来管理公司，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个孙东旭这种，就是你让他拿着他的钱，拿着他的股份，对吧？然后坐在旁边，你愿意减持就减持，不愿意减持你就拿在旁边，反正你成为股东，然后就完事儿了嘛，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但是这个这个家族大佬们还是要去平衡这些关系啊，这个其实很难的，这是不太容易平衡的过来的。1.5倍追上来了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规则，对。这个现在俞敏洪等于跟董宇辉就在玩这套东西，对。有想法你就说你的想法，观点不一致很正常啊，都不是东方甄选的高管，别把自己的臆测当现实。对，其实是这样，就是你有什么想法呢？你可以很完整的把它说出来啊，不要去觉得别人说的就是错的，对吧？你可以说，然后呢，这个当然我觉得你说的有问题呢，我也会告诉你。最体面的就是把董抬起来，把孙踢出去，其实就是这样。其实一开始大家就要这个，但是呢，这个俞敏洪又不乐意啊，就是孙一定要留在这儿啊，哪怕说我把他这个面子服了，也得把他留在这儿。其实当时如果俞敏洪直接把董宇辉开了，孙东旭你接着干也没这毛病，对吧？这个哪怕董宇辉出去了，说我再融了钱再重新做，也起不了这么快。哎，而且到那个时候，董宇辉出去了，还有一大堆的这个，甭管是进到京东了，还是进到这个交个朋友，或者是拿了谁的钱了，对吧？还有一大堆的官司需要打，啊，这个绝没有那么容易。但是现在等于他这一把稀泥，前头那把稀泥没抹好，对吧？把孙东旭的名声给抹了啊，你不是 CEO 了啊，但是呢，依然在这里待着，然后呢，把董宇辉搁旁边了。这事儿他就没法整啊，这个就不是这么玩的。他呢，每一次大家都觉得说，我再抹一下，再抹一下，再抹一下，但是大家其实所有的人啊，在这个事情上，我相信孙东旭也不满意，对吧？这个董宇辉也不满意，所有人都不满意。但是呢，最后就是老大一定要伟光正啊，他永远光荣正确就完事儿了。该刮胡子了啊，好吧，明儿吧。董在100亿在，董不在还值100亿吗？哎呀，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董宇辉呢，如果他没有把后边这个
半年1.41亿的利润做出来，你说它值100亿呢？这个其实也挺难的啊！你现在谁敢往这儿拍这笔钱？但是呢，半年1.41亿的利润在这儿呢，对吧？那是利润，对吧？那这个东西，你一年4到5个亿的利润，那这个你这100亿就有很多人真的敢往下拍钱了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所有的钱啊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就算我们以前做基金的时候，我们的钱也都是 LP 给的，我们把钱花出去了，说哎，我图了个痛快啊，我图了个面子，这事儿是没法向人家交代的，对吧？所以这个呢，有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业绩在这儿，就可以来去做这个项目啊。但是如果当时真的把董宇辉开了啊，就剩他自己去了，那么他也绝不可能值到100亿啊，他可能值个几亿啊，或者一点一点往上爬，这是应该这样的过程。小董身后是不是有高人指点？应该有啊，就是他至少肯定也是有人商量嘛，这个事儿应该是有，但是反正我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啊，这个事儿。升官了，对，你现在是管理员了啊，现在看到谁的评论不爽，可以把它删掉。恭喜楼上兄弟，对我们的这个会员新福利啊，这儿还有一个会员呢，一袋米要扛几楼啊？让我去给他加一个。对，我觉得老于有点给自己挖坑了啊！这种大家长的决策太容易引发集体诉讼了。是的，这种事儿呢，如果它不是一网红公司啊，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上市公司，他干了这样的事情，大概率是能混过去。但是呢，你想想两边加起来有6000万的粉丝，这事儿大网红啊搞出来以后，像我这样的人啊，都得上来去叨吧他两句，那他这事儿翻车的概率基本上是1000%，对吧？咱们等着他集体诉讼就好了。加什么啊？你没发现你现在这个名字已经变了吗？你的名字上头多了一小扳手啊，这个是管理员的这个标志。我们的会员呢都是管理员啊，就是可以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删别人的评论。看股评，罗永浩直接被封，什么意思？俞敏洪是不是戏精上身了？总感觉他玩这一出，自己给自己搞了一个悲壮的形象。哎呀，你就想以前那个大家长分家的时候都怎么玩的，对吧？再跟现在的俞敏洪去对比一下，是不是非常非常像？而且呢，俞敏洪他在各种的资本操作上，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懂啊，非常懂。自己他有基金，他有一个叫宏泰的基金，就是俞敏洪跟盛泰基金的叫那个叫什么什么西泰，盛西泰还叫什么啊？好像是叫盛西泰，对吧？是他们两个人在成立的一支基金，所以他们投很多案子。宏泰基金现在手里管了300亿的资金，所以俞敏洪觉得他特别懂啊，这个从来不听他们内部的各种事情，而且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可能还是按照以前自己是上市公司老大，可以操纵各种事情的方式来去处理的，还没有想明白他现在已经是网红了，对吧？他是网红啊，这个董宇辉是网红，东方甄选也是网红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放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案子，就会变得非常扑朔迷离。董不在，那就是东方甄选亏了一大块，这是做生意亏了啊，这肯定亏了，亏大发了。哎呦，这个特权不错。哟，这儿还有一个没有加上的啊，呃，咱们有会员啊，通通加成管理员。扶桑啊，这个还有一个啊，稍微等一下。就反正我看见呢，我就来加啊。有时候这个我去读稿子的时候没看见，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然后后面都没评论了，有的有的，你是不是你们把评论都删了啊？这个晚上好啊，我也来求个管理员，给了给了给了，一下炸出好多会员来，对，这个看来以后可以开会员直播了啊，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只给会员播，其他人不看了。还有个拒绝送院的会员，拒绝送院，等我看一眼啊，啊这儿呢，走，对，找到了。土拨鼠，你在新加坡，请问你有盈透证券吗？啊，有人在问这个啊，难得今天晚上这么积极加入讨论，对啊，多聊两句没关系。会员都出来冒泡了，多好啊！公司不为股东负责，为创始人的个人感情负责，想不明白，可能因为我太穷，离有钱人太远啊。这个创始人就觉得，我如果不创建这些公司的话，你们这些人去买股票，哪有机会挣到钱呢？对吧？还是我给了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他有很多时候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而且这个一起来开土是挺好的。这一次呢，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俞敏洪肯定是有气啊，这个气到头上了，然后做了一些不是那么理智的操作出来。创始人容易出现这种误期，就像老范说的，幸存者偏差，觉得自己一直会正确下去。是的，不做证券太累心啊，挺好。券商不等于债券，这是在创造会员福利。对啊，怎么着还不赶快充一个？上面的朋友不小心点错了，抱歉啊，这个没事你这个其实你删掉的好多评论我还是能看到的，但是其他人就不见了。对，这就是自动动作晚了啊，让人家将军了，这是什么？呃，其实有碰撞的话题才有意思，对，是这样。要大家都觉得这事儿一定是对的，一定是错的，就没什么意思了。听说 SearchGPT 发布了啊，这个不是发布了，它现在是，又在征求这个 waiting list 啊，我又去加入 waiting list 了，这个还没挂上能用，但是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这个要看，因为现在从这个SearchGPT 的角度上来说呢，功能上其实都没有那么难，对吧？像我现在自己都可以做，对吧？我自己完全可以通过调用搜索引擎 API，再加上大模型，加上这个提示词工程，加上一个叫做这个工作流啊，我自己是可以拼出来的。但是呢，在这种叫做更细致的、更细节的这种叫做体验上呢，肯定没有人做得好啊，这个要承认。但是基本功能基本上是能使的。等我拿到测试的资格以后吧，我现在反正在排队。这不是碰撞起来了吗？对，但是这个亨瑞啊，你的这个就是你到底有哪些观点的话，我觉得你表达的并不完善啊，就是你还是可以把更多的观点表达清楚。OpenAI 的 SearchGPT 拖到现在出来，感觉不性感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事儿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我怎么没收到测试？不用收到，就是你到chatgpt.com，然后斜线 search 啊，打一个回车就行了。啊，进去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去加入它的这个search GPT 的这个测试啊，就是等待啊，测试等待。碰撞没问题啊，只要别随意否定他人观点啊，抛出自己的意见和论据就好了。对的，我也是 OpenAI 会员，对我是 OpenAI 会员，但是他现在也要加 waiting list 等了啊，这个我们又有会员出来了。
不对，我这儿没有变颜色，所以我就改错了。好啊，老范前几天 ChatGPT 网站打不开的原因找到了吗？我觉得有可能是台湾的节点有问题，现在是可以进去了。我那天后来是换了节点，然后进去了，换了新加坡节点进去了，然后现在换回台湾节点还是能进去的啊，这个是可以用的。怎么充会员啊？我不会，支付宝和银联信用卡，那你这不是自己这个就意思就是说我就不想充了呗，对吧？你必须要有 Visa 或者是 Master 这样的这种双币卡才可以充会员啊。这个看看我是管理员不啊？现在还不是，再回一句话试试，应该已经给你加上了啊，现在已经做上来了，对，加入测试了啊，是。支付宝的在油管不好用啊，只能用信用卡，而且必须是双币信用卡。4欧出来的时候截胡谷歌，现在 search 有点回锅炒冷饭，本来爬谷歌前面的，现在主动退屁股后边去了。现在是这样，就是甭管是叫Perplexity 还是Copilot 这些，对于谷歌的在搜索领域的统治地位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啊，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它再出来呢，大家也不认为它可以再做出花来。但是咱们看吧，万一人家做出花来了呢，对吧？到时候再讲啊。如果没做出什么花来，看看啊，我可能就懒得再去讲它了。也来了扳手了。这是什么？管理员没人数上限吧？没有。ChatGPT 进不去很正常，ChatGPT 打不开，第一时间是打开这个检查状态是不是，而不是问别人啊。我还没怎么用过这个东西，我都是上来先问问，因为我原来一直开开心心的使得很好。啊，最近好像确实台湾节点时长不稳定啊。那么，好吧，让我们准备开始讲下一个故事。冯小刚被华谊兄弟给贱卖了。华谊兄弟呢发了公告啊，3折价格将东阳美拉卖给了阿里影业。当时呢是按照15亿的估值，花了10.5亿啊买了70%的股份。现在呢是按照5亿的估值啊，把这个70%的股份按照3.5亿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阿里影业啊，干了这么个事情。所以呢，最近也在喊说，冯小刚被华谊兄弟给贱卖了。那么3.5亿呢，是被用来抵债的啊，是拿不出现金的。什么意思啊？阿里影业在2016年借了7个亿给华谊兄弟，现在该还钱了，对吧？到现在1分钱利息没有，就把这7亿还了就完了。所以呢，这是债务的一部分。那么另外还有3.5亿是怎么还的呢？还有一个公司叫东阳浩瀚啊，这个公司也被抵给阿里影业了，那是另外3.5亿啊，那个折扣的稍微少一点吧，这个折扣的多一些。待会儿咱们再稍微讲一下东阳浩瀚是干嘛的啊。那么华谊兄弟呢，算是中国新电影业的一个缩影啊，就是全来靠国营电影制片厂的那种电影业，我们就不管了。到后边开始真正商业运作的这个电影，基本上是华谊兄弟算是把整个的阶段都走齐了，对吧？华谊兄弟呢，他确实是哥俩啊，有高大上的出身啊。这个哥俩呢，一个叫王中军，一个叫王中磊啊。这个他们实际上一共家里哥4个。王中军呢是老2啊，王中磊呢是老4，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王中军1960年出生于北京，父亲呢是一个军人，但现在呢一般在网上查不到他父亲具体叫什么，只是说呢他父亲的职位并不高，但是呢军事素养过硬，所以呢他们兄弟几个除了最后这个王中磊之外，大概都是去当兵了，算是军人世家吧。母亲呢是一个公务员，但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务员不知道啊。这个事情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出身了。你想他叫王中军嘛，所以军人家庭出身。那么
初中毕业呢就直接去参军去了。从军队退伍之后呢，他应该是算复员吧，因为他是战士嘛。复员了以后呢，是去了中国物资总局物资出版社的美术设计与摄影机去做摄影了啊。但是呢，又不太甘心啊，在那干了几年以后，跑到美国去上学去了啊，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美国密芝根大学攻读的传媒专业。到底是在哪边读的本科，哪边读的硕士，我并没有查到啊。但是现在一般的这个网页的文章上写的就是这两个大学写上，他应该是硕士毕业。然后回到国内呢，是$10万开始创业。最早呢是做杂志和广告啊，就是四处给人做点小广告。但是后来怎么挣到第一桶金呢？是全国15000家中国银行网点标准化规范工程啊，它算彻底翻身了啊！你想什么人能接到这样的项目啊？15000家中国银行网点的标准化规范工程啊，他接着了啊，整个都是他做的，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银行网点的相关的工程也都被他接了。然后到后面就开始正式创立华谊兄弟啊，正式创业了。到那个时候呢，他的弟弟王中磊应该也是大学毕业啊，然后就一起去进军影视业。王中磊呢是这个老四啊，1970年生人啊。你想1970年的话，他应该是93年毕业啊，而不是94年毕业，差不太多吧。他呢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毕业的，所以呢应该是一个家里有些关系的人啊，或者这一家子人应该相对来说家里有点关系。那么也算是靠冯小刚起步啊，98年呢就开始投资冯小刚的电影，当时呢是没完没了啊，然后加上这个其他的一些电影，他们都去做了一些投资啊，这是这么来起步做起来的啊。像冯小刚的很多电影都为华谊兄弟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比如说像什么《天下无贼》《手机夜宴》《集结号》《非诚勿扰》啊，当然也有翻车的。冯小刚哪部电影翻车了呢？1942。花了非常多的钱拍，但是最后呢，并没有把这个投资给挣回来啊，这是冯小刚在这个公司里边的一个情况。那么他们呢，也在围绕电影进行多元化的经营啊，就是他并不是说我就花钱拍电影就完事了啊，而是什么呢？他也做电影制造与发行、电影院线的投资与运营啊，他也有一些线下的这个产业啊，艺人经纪啊，他做很多的这种艺人的这种经纪人啊，好几百个艺人在他手下。网络电影电视剧都在做啊，包括元宇宙也在做，主题公园也在做啊，这个只要能够有点挣钱的他全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在他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时候，那我们就从来不相信经济会变得不好，对吧？那么手里有很多的现金，他们就会疯狂的进入所有他们熟悉与不熟悉的领域里去折腾去了啊。而且呢，这个王中军、王中磊兄弟呢，还与身边所有的这些资源与朋友进行更紧密的捆绑。这个里边就包括了像刚刚咱们讲的东洋美拉跟东洋浩瀚这两个公司。东洋美拉呢，实际上是这个谁呢？是华谊兄弟为冯小刚单独成立的啊，就是我给你成立一个公司，以后你就在这个公司里头去运作啊，运作完了以后呢，这个公司这里头大头是这个谁出呢？大头是华谊兄弟出的啊，你们出小头就完事了啊。但是你这个冯小刚在里头占30%的股份，我们一直做下去。那么这一次，另外一个被抵了3.5亿的公司叫东洋浩瀚啊，这公司呢，其实跟东洋美拉是基本同时创立的，也是同一天被抵给阿里影业的。这公司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演员在里头做股东啊，比如说像范冰冰。这个 Angelababy、李晨陈赫等还有非常多的这些演员，都是这个东洋浩瀚的这个股东，对吧？当时呢是7.56亿人民币，华谊兄弟持股70%啊，这个东洋美拉呢是10.5亿人民币啊，这个华谊兄弟持股70%啊，大家都是按同样的一个格式模板做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难兄难弟等于就一把全都给了阿里影业了。2015年就是这个华谊兄弟的最巅峰啊，当时它的市值呢接近了1000亿人民币啊，
所以当时呢，这个华谊兄弟就是这哥俩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信心啊，信心爆棚，四处出击，经常参加各种拍卖会去买名画啊，买景观公园，买豪宅，拍更多的电影，买各种的这种他们不熟悉的资产，对吧？都去做啊。但是到什么时候就不行了呢？2018年就不行了啊。2018年出现的事情叫阴阳合同啊，然后直接倒下。到2020年开始疫情了，是吧？更加雪上加霜。甭管是他做的院线功能啊，院线的板块，还是他投资的电影啊，包括这个买的各种主题公园，你想你疫情期间你能干嘛？就全都不行了啊。那么现在依然在苦苦挣扎，盛极而衰的这个华谊兄弟呢，现在在做什么呢？啊，第一个呢是先去看一看咱们2018年这个阴阳合同到底是个啥事儿啊？是范冰冰签署的片酬合同啊，3000万，上头呢只写了1000万的片酬，也把这1000万纳税了，剩下2000万通过拆分合同的方式偷税漏税的，对吧？这个事儿被抓出来了啊，而且范冰冰就此成为了劣迹艺人啊，基本封杀国内。虽然她还会参加活动，但是她演的片子已经不能再去上映了，而且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当时这个片子应该是大轰炸，对吧？这个片子出事的时候呢，他已经把另外一部片子拍好了啊，但是这部片子就没法上映。这个片子就是冯小刚拍的《手机2》，对吧？范冰冰是主演，直到现在为止依然无法上映。对，疫情呢，对于线下的这种院线和这个电影行业肯定是打击巨大。现在呢，这个华谊兄弟两个啊，就是王中军与王中磊两个兄弟，也在努力的去电影化啊。去电影化是怎么去呢？因为他们原来都是以电影为核心去运作的嘛，他发现这事儿不行了啊，我们要去电影化。第一个呢，进行网络上的一些运营啊，这个我们是不是啊去做网大啊，就是网络大电影。现在也有开始拍短剧啊，所有的这个能赚钱的，他们都要去试一试。然后呢，也开始投资游戏公司，对吧？很多国内大的游戏公司，他们都在里边持有股份，但是现在这些股份呢，大部分都被他们卖了，都是欠人钱啊，欠完钱以后说，哎，我实在还不上了，我就把原来买了游戏公司的股份直接抵给你，因为现在很多游戏公司也是上市公司嘛，啊，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也是前头做了很多投资，但是现在基本上都输光了。然后投资的线下景点啊，也是为了去影视化啊，去电影化啊，做这个明星资本化，也是做的不是那么成功啊。就是他这个东洋浩瀚这个公司其实做的不是很成功，因为后来就变成了叫做网红化了啊。明星跟网红其实是两拨不同的人啊。明星平时你是见不着的，你是跟他有距离的，而网红要在那儿手舞足蹈，在那儿卖东西。为什么董宇辉自己讨厌别人说自己是网红啊？他觉得不尊重他。对吧？而且呢，做网红绝对没有做明星挣的钱多啊！你不要看什么疯狂小杨哥呀、董宇辉啊，每天在那闹得很热闹，对吧？他们挣的钱跟像范冰冰啊，跟什么这些大明星比起来，还是差的非常非常远。而且网红挣钱是很辛苦的，对吧？但是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快餐文化时代，你再去做明星资本化这件事儿呢，就相对来说难一点。对吧？特别是在近几年啊，大家不再希望说，有一个明星如何如何了，对吧？大家去追星啊，大家都觉得这事儿是有问题的。到2023年了，它的市值还剩多少呢？刚才咱们讲2015年是高峰，接近1000亿啊，2023年的市值还剩43.56亿，啊，还剩这么一点点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华谊兄弟就在变卖家产啊，四处找钱，希望让自己活下去，是吧？这个呢，其实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啊。记得啊，前面王中军不是说四处去拍卖名画嘛？啊，现在讲了，说现在再去开拍卖会，经常一场拍卖会上有一半的画都是他们家的啊，他就把各种家里能卖的东西都拿出来卖，然后卖房啊，卖各种资产，包括他们前面投资的各种公司的股份，对吧？都去卖。然后呢，包括各种的质押股权，他们自己在华谊兄弟里边的股权现在都被不但是质押，而且被冻结了啊。为什么冻结呢？因为违规减持啊，人家说了，现在不允许随便减持公司了啊，因为股市上不去嘛。但是实在太需要钱了啊，他们卖了一些股份，发现这个里头做的有问题，所以现在哥俩的股份已经被 A 股市场给冻结了。冯小刚的价值呢？应该还是在的啊，这个3.5亿买了
70%的股份，也就是说，这个冯小刚的东阳，这个公司吧，咱们就甭管叫东阳啥了，对吧？还是值5亿人民币的啊，这个冯小刚自己的价值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对吧？他近几年拍的一些片子，《芳华》呢应该是大卖了，而且口碑也很好。有一个片子叫《只有云知道》啊，应该是扑街了，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这片子。还有一个片子呢，叫《我不是潘金莲》啊，算是中规中矩啊，也还算是收回成本了，没有什么问题。冯小刚最近几年干的比较有名的事儿是出去演老炮儿啊，这回他不是导演了，他是演员，而且他不但是演员，演这老炮儿的片子他还是影帝，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对吧？他还干了这么个事情。那么这样的公司到了阿里影业手里面呢，应该还是大有所为的吧？就甭管是这个叫东阳美拉还是东阳浩瀚这两个公司，到阿里影业手里边还是可以折腾点事儿出来的。因为什么呢？阿里影业，你想，它是阿里大文娱整个的一个部分，对吧？那么有优酷，有土豆，后边还有很多东西都是跟它相关的，比如像微博呀什么，实际上都是阿里系的公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再去拍电影，再去拍各种各样的这个新的内容出来的时候，对吧？那么可以玩的东西就会变得更多一些。现在呢，疫情算是过去了，但是呢，电影院里头还是没什么人啊。大家呢其实已经习惯了看网大，也就是网络大电影一般是这样，就是网络上40分钟的或者45分钟的叫网剧25分钟的算是这种短的这种叫做短节目吧，或者说动漫，一般是25分钟的，对吧？然后再短的呢就是短剧了90分钟呢一般叫网络大电影它是这么算的。所以大家现在就算看电影呢，也习惯看网大，而且网大的审批过程跟这个正常电影的审批过程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赛道了然后呢，大家也习惯了在家办公，也习惯了在家点外卖，所以呢，这个所有原来线下的这些都已经不太行了，甭管是电影院、饭馆，包括商场都是空空荡荡。现在你到北京、到上海街头，原来很多车水马龙的地方，现在都挺空的。为什么？不愿意出门在家里什么事儿都可以干了。所以现在就是每个人都在家里坐着，然后呢，看着穿着身家黄袍的这些外卖小哥满城的疯跑，对吧？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态模式了。现在呢，这个舆论的风口呢也越来越紧了，不是什么都可以拍了，对吧？像《芳华》这样的片子，你现在再拍一个，未必能上得去，未必能申请到许可证，对吧？很多的像当年的1942还有包括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片子，其实到最后都未必能审得过去。所以现在其实比以前严很多特别是一些比较大制作的片子相对来说要难一些。现在咱们能在网上能在院线里看到的片子除了各种的这种情情爱爱的片子，然后呢一些这个喜剧喜剧还是有的这个或者是主旋律正能量的片子，其他呢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的就是严格非常多。现在的一个个的档期就比如说端午档暑期档各种的电影档期，感觉有点快向 A 股的样子前进了就是半死不活的外国的片子呢又不太愿意引进然后这个国内的片子呢又什么都不让拍。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电影就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这个状态也是令人稍微有一点点唏嘘吧。总结一下呢这个华谊兄弟今天处理冯小刚的东阳美乐这样公司的过程包括前面那个东阳浩瀚处理这两个公司的过程，也算是在为最后的体面在挣扎了顺势随风而起，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它整个起飞的过程肆意张扬之后，遭遇了大周期的变更和调整也遭遇了铁拳吧这个最后变卖资产坚持下去，这就是他们要去做的事情。当然了，船沉的时候呢，也总有一些眷恋这条船的船长和水手是舍不得离开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华谊兄弟贱卖冯小刚的公司的一个故事
好，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新的评论。好，从这里开始，感觉 OpenAI 是被 Cloud 和 Llama 追得太紧了，感受到威胁了。是的，它再不出会挂的啊。老范讲讲投资啊，这个因为我以前做的一级市场投资，而且做的是天使轮，这种呢只能跟大家讲热闹，对吧？所以现在讲的好多都是热闹，而且太详细的投资呢，其实是放在会员频道里去讲，因为那里头有一些投资相关的知识。那个为什么放那儿呢？因为那个知识太枯燥了，搁在这边大家听着没意思。就是会员频道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这个叫什么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或者说一些在外边不让说的东西啊，才放在那边啊。而在外边跟公众说的，或者跟大家一起说的东西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开心一点的事儿。几年前在闲鱼卖旧衣服，一个买家私信问有没有男士的原味袜子，我天，这太夸张了吧！确实不只是追得太紧，已经是部分超越了。是的，冯小刚等上一代电影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跟俞敏洪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啊。本来做老师做得好好的，然后你碰了个双减，啊，做电影做得好好的，然后啊，我们现在这个全都主旋律了，这个其实才是大家遇到的共同的问题。其实奥特曼跟董宇辉有点异曲同工啊，都经历了核心替换危机。我也认为将来董很可能成为另一个老于。是的，但我觉得奥特曼跟他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啊。奥特曼是很多真的是理念之争，我感觉老外有的时候是比较单纯的。国内的话，我们都是要透过表面看本质。这半年啊，直播带货的新闻少，未来有啥新直播带货发展方向吗？据说在美国已经开始玩起来了啊。这个国内呢，现在其实各大网红啊，就是大的像李佳琦是没办法，他跟美万那边签的有对赌协议，所以只能继续播啊。像疯狂小杨哥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直播带货了，他们也去拍短剧去了，对吧？然后其他的一些像这个辛巴也是不再直播带货了。至于说董宇辉能够直播带货到哪一天，我们还要看。直播带货呢，一定不是一个这个受金上喜欢的东西啊，人家喜欢的是工业斯巴达。今晚升级了好多管理员啊，没有，我其实一般看到会员都会随手加，但是有的时候会漏。今天呢，就是刚才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看到了一些管理员啊，这个会员还没有加成管理员，我就把他们都加了。似乎现在电影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有一阵子开了那么多的电影院，对，现在很惨。美国的那个叫 AMC 是吧？反正据说疫情的期间也是很惨，而且 AMC 好像有一段时间是被中资控股过，后来也都直接退了啊，玩不转这东西。好像是叫 AMC 还是叫什么？就是美国那个电影院集团，就是美国电影院好像基本上都是他们家的。4O Sora 都有点压着行业的节奏啊，但是最近 Cloud 和 Llama 有点跳出 OpenAI 的样子啊，测试出来像强行挽尊，测试其实不挽尊，他现在唯一该干的活就是把 GPT-5出来，或者把 Sora 出来啊，这个没什么别的办法。对，老大最害怕的叫分叉，这个说的对哦，行业话语权降低了就是分叉。有点离谱，炒作这个是，我觉得男士原味的我还真没见过。那些年国内荧幕的
铺设确实四处开发，尤其是 IMAX。对，我记得以前都讲说，美国可能一个城市没有几块 IMAX，中国甭管多小的城市都多少块 IMAX，北京我估计能有几十上百块 IMAX 都是正常的，对吧？像我们经常去一个商场的一个商场里头大概就有两三块、三四块的东西，而且现在 IMAX 还分版本，我现在搞不清到底分多少版。好奇如何能够，如何能认证是不是原味儿的？这个我觉得你不用这么好奇这种事情啊。来碗点个赞啊！我们又发现了一位会员。楼上朋友小扳手在向你招手，是的，我一般看到的他会给个小扳手啊，查了下股价没怎么跌，是谁家的股价？还有这个福利，有的有的有的，我已经加上了。这俩公司当时都因为手机二陷入了和崔永元的斗争，崔曝光了不少阴阳合同的事情。是的，我想看 IMAX 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哎，这个几点开始啊？这东西？巴黎奥运会是不是就是今儿晚上啊？还是今天什么时间点开始？反正我是懒得去看了。范冰冰代言马六甲布，马六甲是了啊，是她现在四处去代言，她自己还有这个化妆品品牌在海外去运营。她现在新的公司都注册在海外，就是国内呢有时候会参加一点点活动啊。她毕竟她应该是影后吧，对，所以这个面子还是在。只是呢，她拍的任何电影都不许放，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闲鱼要开始收卖家服务费了，闲鱼还能留住它的用户吗？这个因为我自己其实不太用闲鱼，对闲鱼不是那么了解。范冰冰算是最早的一批劣迹艺人了吧？是的，演艺圈也从这事儿开始大查税。是啊，这个事情应该也是，18年应该已经是金上在管了吧？疫情之外，似乎大国人群比较潮啊，特别潮起潮落，看电影就都去看，现在都不那么去了。是关键，你也没有什么电影可看。前两天我儿子还问我说：“哎呀，你看这个现在高考也完了，这个每天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干，咱们去看电影吧，对吧？”然后把这个电影广告拿出来翻了翻，发现实在没有任何一个想去看的。你让我们怎么办呢？原来就是你任何时间去都有美国大片儿都在放着，对吧？现在就没有。而且美国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大片儿放，因为前面一段时间是演员和那个导演在制片什么在罢工，对吧？这个演员工会、导演工会、制片工会都在罢工。现在呢，应该还没缓过来呢吧？今年是不是好多片子都延期了？这个老范也堪称网红了啊，这个不算网红啊，这个我只是跟大家聊个天儿而已，离网红还比较远。台湾在拍连续剧《零日攻击》，看了预告片似乎相当震撼啊，我还没看。阴阳合同其实在很多行业里都有，只不过影视行业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像老范说网红公司差不多的意思。对，网红是非多啊。这是什么？国内的影视是一个需要背景的行业嘛，小的影视公司没啥好资源，没机会上映啊。这个你想搞到这个院线许可证这事儿挺难的，因为我原来认识一些导演啊，他们就是怎么说呢，先要搞许可证，提前1、2年就搞，搞到了以后呢，才可以开始开拍否则你拍完了以后上不了线，这事儿不疯了吗？对吧？这个所以国内这一块儿确实是比较费劲。读书人不网红啊，这个没关系，我其实并不介意
别人说我是网红啊，这个我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啊，没有什么人设，也没什么包袱。提到电影，我还想最近这几天去看看《死侍与金刚狼》，听说口碑不错，有点期待。哎，好吧，哎，在国内上映吗？这片子我还没看啊。异形、罗姆洛斯这种片子国内未必上映吧？等吧。这个异形罗姆洛斯，但是他怎么说呢？就是最后这两部其实都一般啊，也还能看。就是，一个叫他们叫什么来着？他最后那两部就是，想不起来了啊。就是反正我都看了啊，异形的我是全系列都看了。动画片儿没看，它不像那个星球大战似的，星球大战我是把电影、电视剧和这个动画片儿都看齐了。异形还稍微差那么一点。算法下，平台不希望有大 V 明星，希望人人都是明星网红。哎，这真说错了。算法下，平台希望出大 V 明星，为什么呢？因为出了大 V 明星以后啊，它的最终的客户转化率会上升，对吧？这个不希望出大 V 明星的其实是，啊，这个金上可能不希望，这个因为出了大 V 明星以后会有这个，第二个声音、第三个声音出来，而我们这里呢只有一个声音，平台其实是最喜欢出大 V 的，只要出了大 V，它的销售额就会往上涨。这部《异形》，老雷只是监制，不是导演吧？好吧。集结号绝对不能相信组织。是的，集结号我估计到现在应该也上不了。感谢打赏，一只大熊猫。小公司没啥好资源，但是，有点突破的是，那个什么麻豆，你这个没听说过啊，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这个死侍我觉得一般啊，这个高潮来的突然中间发展的有些拖沓，好吧，我现在这种片子都已经懒得看了，因为人被这种短视频训练了以后，你再想去看这个长的内容是很痛苦的。你像我现在那么多美剧没看，但是坐那刷抖音，一会儿1个小时没了，对吧？这个，所以我现在刷抖音得稍微控制一点要不然这个时间就全都花掉了。没有好故事就没必要去电影院了好多院线都在播老片儿，《爱乐之城》都上了好几年了，好吧。我是最近比较喜欢看的电影是《沙丘二》《沙丘一》《沙丘二》我非常喜欢，可以而且值得反复的看个2、3遍的。小丑二也要上了，小丑二应该今年有吗？明年了吧？祝贺小范同学考上北京科技大学感谢感谢。前面上直播的时候，有一位老兄说他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我说希望跟他联系一下，结果他就再也没有在 Discord 里头找我这个很着急。有没有北京科技大学的这个老师同学们在看直播的欢迎联系。华谊感觉就是冯小刚去惹小崔拿了一下，给弄得起不来了，好吧？这个反正他们这种恩怨咱们不懂了。听了好久，第一次赶上直播 solo 959，好吧，算你第一次吧。全都是文化自信了还能有啥可拍的？没有批判精神的电影，就称不上第七艺术了，是这样的。这个看小姐姐跳舞吧。听说升级管理员，特地来报个到已经给你升了。小丑有点看不动节奏太慢，人家要做艺术电影，不屑于做大众口味小丑我是看了，当时呢一开始就觉得这个片子可能会比较压抑后来我是看了好多人在抖音上介绍这个片子，说这个片子拍的时候也是大家很压抑，而且放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出现骚乱，甚至呢在这个有些国家禁映有些国家呢为了放这个片子还需要去戒严，
然后我就把它找出来看了一遍。哎呀，看完了以后确实是很压抑那个片子。AMC 的股票波动倒是让股民很欢喜，好吧？AMC 被万达收购后，后来又卖了。是的，我记得是被国内收过。这几天死侍上映了，国产电影保护月没有了吧？哎呀，这个我觉得保护它干嘛？还是要拿出来竞争的，对吧？土拨鼠调皮了，是的。我看看这条在哪儿呢？啊，这儿呢。加管理员，加管理员。之前是王健林家的万达控股过啊，被质疑转移国内资产，然后又卖掉了。哎，这个怎么办呢？IMAX 的《阿凡达》带来的，这个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期。是的，那应该是《阿凡达》，好像是2009年还是2010年在国内啊，那个时候真的火。我到现在还记着看《阿凡达》，第一次去看《阿凡达》的时候，看完了以后，大家站在电影院里鼓掌。哎呀，这个是我看了这么多电影里头唯一的一次啊！看完电影站在里头鼓掌，而且没有任何演艺人员到场，也不是这种什么首映式，啊，就是觉得电影拍的实在太好了。但是《阿凡达2》真的是一般了啊！俞敏洪老师可以学习特斯拉，把东方甄选10%的股权激励与董宇辉啊，5年成熟，设定5年锁定期，到时候市值大涨，双方合赢10%的股权激励，够董宇辉卖很多年货了。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一定要祖国统一？这个因为啊，你不能让人看到说，哎，换一个方式可以活得更好，就这么简单个事情。所以这是这个董宇辉跟东方甄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东方甄选必须按照他原来的这个方式活下去啊，这个甭管是东方小孙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啊，他们觉得这样是对的，对吧？那么董宇辉说不对，我要换一个方式活下去，这个事儿是不允许的。啊，一旦证明了董宇辉这条路是可以走通、可以活下去的，这个就崩了啊！这个事儿是不行的。1个半小时了是吗？凌晨了啊，1点半了啊！你这在哪儿啊？啊，北京明天1点半开幕式啊，这是这样的啊，巴黎开幕式的时间。那我算了，我就不看了。教育 SaaS 软件公司有上市希望吗？老板画饼。如果在国内的话就别想了，在国外慢慢做也许有机会，但不好说啊，因为国内好多 SaaS 软件公司都卷到国外去了啊，这个特别是教育软件啊，这个应该还是要卷一段时间吧，而且现在可能加上 AI 以后，没准会做出一些新故事来啊，这个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北京时间凌晨1点半啊，感谢。乔布斯也要了很多股权激励，马斯克也是学学老美，不存在零和博弈。对，国内就是玩零和博弈。对奥运会已经没兴趣了，关键国内做了太多的负面宣传，啊，说法国人到现在一次联合彩排都没做过，对吧？然后这个露天做，然后露天这个开幕式在河上做，然后这河还挺臭，然后这个到处都是垃圾，然后这个今天还有一个法国人在那儿拍，能讲中文的一个法国人，说法国挺干净的啊，你看，然后一看地上一只死老鼠，对吧？这个就没法讲了。闲鱼算是国内唯一的二手交易平台了，还有其他的，但是闲鱼是最大的一个啊。这个巴黎地铁被大范围攻击，多条线路瘫痪，啊，是吗？这个我知道，今天好像是巴黎的这个机场罢工，今天是啊，就是一定要在开幕式这天罢工。至于其他的就真不知道了。AMC 2021年6月股价冲到260，
最近1年一直在$5、$6，不过看电影的人还是有的啊，好吧。国内现在电影院、商场都已经快玩不下去了。查税不是从刘晓庆开始的吗？刘晓庆那个是最早的一批，但是呢，刘晓庆查完了以后，他还是能出来的，还可以再接着演电视剧。但是你像这个谁呢？这些就已经不让他们演了，对吧？像范冰冰已经不让演了，就劣迹艺人是从这儿开始。闲鱼就是主打下沉市场，抹掉售后和保修，主打一个最低价。但是闲鱼上就很麻烦，就是你的选择成本、沟通成本太高。我还是喜欢买一个这个比较省心的东西。看《零日攻击》吧，哎，这个好吧，实在是有点懒得看。国内的电影审核太严重了。看看最新的台剧《零日攻击》，题材对我们是降维打击，感觉真的打起来，我们的文宣系统会被全面落后对岸。我倒不觉得是这个啊。其实台湾现在岛上从上到下所有的软件都是大陆的人写的这个最后看看谁攻击谁。前阵是演员编剧罢工监制是不可能罢工的监制是老板对，搞对了，搞错了监制是老板。乔布斯对于苹果，马斯克对于特斯拉，雷军对于金山，裘伯君自己退了，让给雷军。裘伯君是退了，让给雷军，但是他是这样，雷军呢，当时从金山离开以后，也是在外边漂泊了一段时间，后来呢是开始做小米，然后实在是玩不下去了，他们在求雷军回去，但是雷军呢其实并没有回到金山就是金山呢，雷军现在应该是董事长还是什么，但是这个金山自己是有自己的 CEO 的就是我在的时候呢，金山的 CEO 叫什么？哎呦，我想不起来了，就是也是。叫张洪江张博士，对，后来呢是，他张洪江离开了去做投资人了以后呢，现在有一个新的 CEO 是谁，我还真不太确定，就是有人在管金山系统但是我记得是当时去求雷军回来管金山，是一帮人上门去哭的，对吧？就是一帮人这个也是雷军带的人雷军也是有感情的人，挨个到雷军那儿去敲门去哭，说雷军你一定得回来雷老板你一定得回来，然后你不能不管我们了。最后是说我去大事拿个主意，但是日常管理他就不管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是去干嘛来着？我有一次是参加金山的这个年会，然后呢，裘伯君也在，雷军也在。那个裘伯君就上头去讲，哎呀，他说这个我自己实在是不会玩这东西实在是搞不动。然后呢，我最后那个跟这个下边的一帮兄弟，最后把雷军求回来了然后他才有今天的这个金山我还是见过裘伯君自己亲口讲这故事。好莱坞很多电影院线也是不怎么给排片舆论氛围也不友好这个就不是那么了解了。晚上刚刚看了《零日攻击》的预告片，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我去找个预告片看看吧。行业内叫龙标怎么拍都行，没有龙标万事皆空。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就是你有了龙标以后，你拍了也有可能翻车，对吧？你像那个有不少的放了1集翻车的，我告诉你，比这种不让上架的还惨因为你不让上架，你至少还没有花这个宣发成本，对吧？你如果说我上了1集，上了2集，或者说我已经上了院线播了2天了，然后你给我下架了，那这事儿就彻底崴了彻底就赔干净了。死侍国内上映了好吧，明天看看去看一眼。异形契约普罗米修斯，对，普罗米修斯我看了，契约也看了这个我觉得普罗米修斯还好一点，契约要稍微再差一些。管虎的老炮是的那个片子是他，管虎是导演。为什么要强调没卡过麻豆呢？好奇怪这个不奇怪，这个很正常，我从来没听说过肯定没看过。
老范对小视频说一本正经的说不知道没看过想笑啊，这个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个没看懂。我听过一个拍独立电影的朋友大概说过，拍之前送审核剧本、样片什么的啊，拍完了还要送终审，一切过了就能拿到龙标，龙标挂上去啊，不敢改，不能剪，是这样的。老范说金上的时候必须啊，这个没必要了。小丑2国内估计没戏，我觉得是。巴黎是挺离谱的，今年啊，当年我去巴黎的时候，黄马甲闹事正凶啊，无人驾驶的地铁，都有好几条线停运了，啊，这个哎，反正法国人比较自由奔放吧。史上最贵大片手机2，好吧，因为放了没不拍了没放嘛。小丑看完了啊，胸口堵了半天，绝对的，是不可多得的好电影啊。小丑确实是个好电影，自己在家里看看啊，意淫一下算了。手机2应该外边有片子吗？应该没有片源吧？草台班子啊，我这边出了一个胖猫事件，哎，这个也没什么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蹭的啊。阿凡达啊，我看的是 IMAX 3D 啊，确实震撼。对 IMAX，阿凡达一第一遍看的时候真震撼。我阿凡达一的时候是在电影院里看了3遍，然后再加上电视上可能还看了几遍，就是一个电影能够被我看第2遍就已经算是，我非常非常认可的电影了。啊，第一次赶上直播，你们就偷着乐吧啊，好吧，算你第一次。小丑啊，大象席地而坐，这个大象席地而坐那个片子实在是，我看了个简介啊，实在不想看，太不正能量了啊，看着太憋屈了。自行车买来后骑了几次，骑了2次啊，我待会儿准备直播完了以后去骑去。好怀念电影开场放出片方片花时，啊，那个一对 SB 兄弟的 logo 动画，这是什么东西啊？大象席地而坐确实好看，这个实在是看不动。我是 AMC 会员啊，1周3场免费，实在没啥看的。最近看的片子是《异形1》《魔戒1》《幽灵公主》《千与千寻》《狮子王》出版，好吧。最近王冰的青春也有点那个味儿啊，这个没看过。我现在国产电影基本上是不会吸引我去的，只有国际大片才能吸引我。但是上一个引进的国际大片是那个叫什么《美国内战》啊，实在是懒得去看了。啊，大陆 K12全跑海外好几年了啊，这个大饼慎吃，好吧。骑了老范就说自己有毅力，没骑老范就说观众说了容易伤腰。对，这个一定要先找好借口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教育类、政府类 SaaS 都是有背景的公司，国资控股啊，这个没有啊，就是在海外做其实还好。奥运估计再办几届就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办了啊，中国应该愿意办。抓娃娃听说还不错啊，这个我是听说了，但是实在懒得看。呀，这个我们的熊叔居然不是管理员，赶快加一个。机场罢工，还要割我巢，够汉奸罪了吧？这个中国的工人是没有罢工权利的啊，那个叫寻衅滋事。啊，开心麻花贾玲再搞个玲花影业，国内大国的电影肯定能杀进好莱坞。贾玲前面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突然减肥的那个片子，也是华谊兄弟的，但是呢，他在里头投资占比比较少啊，所以挣的钱并不多。我还在犹豫是不是去巴黎看奥运凑热闹啊，不看比赛就是凑热闹。
看看到时候能不能买到欧洲高铁票，这个就有钱人的享受。熊哥好像在直播间里不咋说话，是的，要多说话。台湾软件大陆开发，这又是啥瓜？感觉很吸台湾观众看。这个台湾软件大量都是大陆开发的，有的是台湾公司在厦门开发的，有些就直接是更远一些地方开发。因为前面出现过在台湾电视台放电视的时候，突然改成这个我军的宣传片这种故事，对吧？这个所以他们那个软件本来就漏的千疮百孔的，所以现在他们也在想办法说能不能让这个一开始是陆资软件公司不要在台湾开发软件，后来呢改成叫陆籍员工不要在台湾开发软件，但是后边这个臣妾真的做不到啊，对吧？这个他们搞不定的。有人对原味儿，这个是一个什么故事？自己拍，自己在家看，这是啥东西？电影放开了吗？什么叫放开了吗？搞互联网的，特别是搞投资的，都会关注小电影这类。这是互联网高科技创新源泉之一了。哎，你为这个互联网人看小电影找到了道德依据啊，这个很好。但是我还是没看过，感觉《死侍2》内地应该是大刀阔斧剪过啊，那就不看了。热死了，热的完全没法整了。美国周末 IMAX 播实况，经常买不到票。实况是什么？球赛吗？欧洲杯，例如看歌剧直播啊，歌剧直播还到 IMAX 里去看啊，这还真没想到。最后一个国产电影是《我不是药神》啊，这个片子我没看过。我看的最后一部国产电影是唐山大地震，哎呀，看得我哭的呀，简直是这个完全都哭得不行了因为我自己就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所以看的那个电影实在是感触颇深。老范现在粉丝数我看一眼啊，56492这个数字再多来几个，我们就可以看到56500了。那个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自杀了，是的，本身就有抑郁症，但是他其实看了太多的这种抑郁的东西，他拍的也是这种抑郁的东西这个没法整。热辣滚烫我没看我也没看。熊哥，这个MK 陆你怎么又不是会员了？这次据说还真的没怎么改好吧，我们到时候等着看吧。李胜医生遇害案最新反转，凶手并非为妻子报仇，他无儿无女，没有婚史。老范怎么看这个我还没看这个具体的新闻，等我去研究一下。今天刚看了《死侍3》，感觉没感觉捡什么，好吧。我带了个2万的山地来坡县，结果太热，只骑过3次。你的2万的山地是从大陆背过去的吗？还是托运过去的？这个东西在坡县直接买是不是非常贵啊？我觉得我在新加坡就没怎么见过有人在街上骑车。我边开车边听直播那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我这儿电影院没有午夜场，影院搞得像儿童乐园，那没办法。居然经历过历史唐山大地震，我只在历史书上看到过。是，唐山大地震大概是我记事儿以来最小的有记忆的事情。那时候我4岁，76年吧，我72了啊，所以还是印象很深刻的。IMAX 歌剧直播已经 N 年了啊，N 远远大于10，在国内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个事儿。IMAX 啊，好吧。引入尘烟也很写实，看一遍不想看第二遍。哎，引入尘烟那个片子也是很那个什么的，也是非常凄惨啊。那个我也是看一下就懒得看了。香港也没什么人骑车，哎，香港反正深圳是有人骑，但是深圳是没有自行车道的。就是我有时候去深圳出差，想去骑个共享单车，哎呦那费劲的。新加坡自行车都在人行道上骑，感觉不太好，路本来就窄，好吧，反正我在新加坡就没见过有人骑车。死侍3确实开始玩情怀了，啊，本身剧情并没有什么亮点，最大的亮点就是客串的明星，啊，好吧。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差不多到这里了？集装箱海苑啊，车是在新街口。北京最有名的车店买散件组装的，在帝都能骑到50迈。我天，你这身体够强壮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明天让我休息一下。周日应该有片子放，然后周一、周二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因为老婆带孩子回娘家了，没有人剪片子了，所以我拍出多少就是多少啊。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周末也让我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出去稍微的骑车，对，我也要到点去骑车了。是在人行道上骑啊，起不来速度。是的，你人行道你肯定起速度有问题啊。小电影那类互联网商业模式，啥啥的日活什么这个啊，这跟日活没关系啊。小电影一般它日活很低，但是它的那个 UP 值很高。今天最火的新闻是中信建投啊，那个我看了，那个我看了，那太神奇了。辛苦啊，大家周末愉快啊！是的，大家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再见。结束。